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赵丽颖舞台遇冯绍峰，孩子现喊妈妈震撼全场。赵丽颖和冯绍峰的故事最近又被推上了热搜。舞台上碰面，孩子喊着妈妈，冯绍峰抱着孩子哭得稀里哗啦，这画面谁看了不心酸？但心酸归心酸，背后的问题却扎心。离婚之后，孩子的感情需求到底谁来负责？先说个扎实的观点，离婚不是错，但孩子不该成为牺牲品。这句话听起来像废话，但现实里，多少父母离婚时只顾自己解脱，完全忽略了孩子的感受。孩子没法选择自己的父母，也没法选择父母的婚姻状态，可他们却要承担所有后果，这公平吗？舞台上的那一幕，孩子喊着妈妈，赵丽颖却仰着头，似乎没听见。这不是偶像剧里的桥段，这是现实。孩子的思念是天经地义的，可离婚后，连见妈妈都变成了奢侈品。这种缺席式陪伴，伤害有多深，只有孩子长大后才知道。有人说，妈妈怎么会不想念孩子呢？那是她身上掉下来的肉。没错，母爱是本能，但现实往往比本能更复杂。明星的工作性质、离婚后的家庭安排，甚至舆论压力，都可能让母亲和孩子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。但孩子不懂这些，他们只知道我想妈妈，妈妈为什么不在？赵丽颖和冯绍峰的婚姻从一开始就被外界质疑，是不是走过场？是不是为了孩子？是不是根本不合适？这些问题现在看起来已经没意义了，因为他们已经离婚了。但问题是，离婚后孩子怎么办？有评论说得很扎心，婚姻意味着女性回归家庭，可一旦回归家庭，女性的人生就很难成就自己。这话有道理，但也有偏颇。婚姻确实需要牺牲，但牺牲不该是单方面的，更不该是孩子的幸福。离婚不是解脱，而是责任的重新分配。有了孩子之后，离婚就不再是2个人的事，而是3个人的事，孩子的才是最重要的。冯绍峰抱着孩子哭，孩子喊着妈妈，这一幕让人揪心。但问题是，哭能解决什么？孩子需要的是陪伴，是爱，是安全感，而不是父母的眼泪。离婚后，父母的角色不能缺席，更不能因为工作忙、生活乱，就把孩子的需求放在最后。有钱人尚且如此，普通家庭更是欲哭无泪。看看每天上升的离婚率，多少孩子在父母的争吵中长大，又有多少孩子在父母的冷战中学会了沉默？孩子不该被伤害，他们需要的是一个充满爱的成长环境，而不是父母的怨气和冷漠。赵丽颖和冯绍峰的故事，或许只是娱乐圈的一个缩影，但它反映的问题却是普遍的。离婚后，孩子的感情需求谁来负责？婚姻不是儿戏，离婚更不是解脱。有了孩子之后，父母的责任就不再是对彼此的，而是对孩子的。孩子的眼泪谁来擦？这是每一个离婚父母都该问自己的问题。离婚不是错，但孩子不该成为牺牲品。希望每一个父母都能在离婚后给孩子一个完整的爱，而不是一个残缺的家。2. 赵丽颖《向阳花》即将上映，离婚后逆袭42亿票房。冯绍峰带娃陪伴，娱乐圈最近这瓜简直刷新3观。赵丽颖离个婚，好似打通了任督二脉，身价蹭往上涨，直接冲到42亿。更让人跌破眼镜的是，前夫冯绍峰也跟着脱胎换骨，从甩手掌柜变身超级奶爸。这剧情，我跟你说，比他演的那些偶像剧可真实多了。要说赵丽颖这姐们儿，新片《向阳花》还没正式上映，光是放出点风声，就引得各路吃瓜群众翘首以盼。
你说为啥？还不是因为赵丽颖这3个字，现在就是票房的保证，流量的代名词。谁能想到，当年那个从河北农村走出来的，带着点土气的小丫头，能逆袭成今天这呼风唤雨的大女主？说实话，赵丽颖这人身上那股韧劲，真不是盖的。15岁，搁现在还是个只会撒娇卖萌的小屁孩，她倒好，愣是敢一个人背井离乡，跑到北京闯荡，在横店一跑就是7年龙套，住的地方那是几个人挤一间的小破屋，吃的呢是几块钱一份的盒饭，一天恨不得当2天用。就这样的条件，她愣是咬着牙，一步一个脚印，硬生生熬成了今天的当红花旦。就说拍《楚乔传》那会儿，每天睡觉的时间那是能省就省，恨不得把24小时都掰成48小时用。腰伤复发了，疼得直冒冷汗，可她愣是没吭一声。这份拼命3郎的劲头，放眼整个娱乐圈，还真找不出几个能跟她比的。话说她和冯绍峰那段婚姻，也是让人唏嘘不已。一个是没啥背景，全靠自己打拼在娱乐圈站稳脚跟的草根明星，另一个那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豪门少爷，听说家里是开纺织厂的，家底殷实得很，进娱乐圈估计也就是图个乐子。这俩人从一开始就给人一种不是一个世界的人的感觉。我还记得当时赵丽颖刚生完孩子，还在坐月子吗？冯家人就希望她能安心在家带孩子，相夫教子。可她呢，月子还没做完，就偷偷摸摸地看剧本，琢磨着怎么复出。这事业心简直是冲破天际。结果呢，2021年4月23号，两人突然官宣离婚。这段仅仅维持了4年的婚姻，就这么草草收场了。更让人大跌眼镜的是，离婚的时候，冯家家大业大，财产多的数都数不过来，赵丽颖却只拿走了2套房子和孩子的探视权。这在不少人看来，简直就是净身出户。当时网络上就炸开了锅，不少人替她鸣不平，觉得她实在太亏了。可赵丽颖压根没把这些放在心上，离婚后，她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了事业当中。风吹半夏与凤航第20条，一部又一部的爆款作品，让她彻底巩固了收视女王的地位。代言费也跟着水涨船高，从离婚前的10几个，一路飙升到30几个，身价更是直接翻了好几番，突破了42亿。这速度简直是坐上了火箭。更让人佩服的是，为了演好《向阳花》这部戏，她竟然跑到偏远的农村，和农民们同吃同住，体验生活。为了更贴近角色，她还拼命减肥，硬是把自己瘦到了86斤。就这股子敬业精神，连中央戏剧学院都把她当成了励志的典型案例。除此之外，她还默默地做了不少公益，以个人名义援建了127所小学。你说说，这姐是不是牛到家了？再回头看看冯绍峰，离婚后好像也换了个人似的。以前他在家就是个啥也不管的大少爷，什么事都听老妈的。赵丽颖忙着拍戏，他就在家打游戏，逍遥自在。可离婚后，他好像突然长大了，开始主动承担起照顾孩子的责任。2024年春节，还有人拍到他跟赵丽颖一起带着孩子出去玩，一家3口有说有笑，看着就跟没离婚一样。虽然之后他也传出了新的绯闻，但他跟赵丽颖之间的关系似乎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。向阳花首映那天，赵丽颖抱着儿子一亮相，全场都沸腾了，掌声雷动。冯绍峰也默默地站在一旁，注视着他们母子俩。你说这俩人是不是离婚后反而活出了一种新的境界？有人说，赵丽颖的成功堪称是离婚女性的教科书。我觉得这话没毛病。离婚
并不是人生的终点，而是一个全新的开始。她用自己的行动向所有人证明，女人不靠男人，一样可以活得精彩，一样可以闯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。当然，冯绍峰的改变也值得我们为他点赞。从一个啥也不懂的妈宝男，到一个有担当、有责任心的好爸爸，他也在努力的成长。或许这就是成熟的爱情吧，即使不能携手走到最后，也能互相尊重，共同承担起对孩子的责任。至于《向阳花》这部电影，我个人觉得肯定会大卖，毕竟有赵丽颖这块金字招牌在，想不火都难。而且这部电影讲述的是农村女性的故事，相信会引起很多观众的共鸣。说了这么多，各位小伙伴们，你们对赵丽颖的逆袭之路，还有她和冯绍峰的相处模式，有什么看法呢？你觉得离婚后谁才是真正的赢家？欢迎在评论区里留下你们的看法，咱们一起唠唠嗑。